大统领果然不出我所料，再次祭出了Taco神技啊！老爷子自从晋升80后之后，颇有一种神功大成的迹象。以前他Taco还需要铺垫找补一下，现在呢就跟失了忆一样啊，原地掉头，只留自己的草包小队就地凌乱。昨天才要当收过路费的守护天使，今天就表示在公共水道上收费那是不对的啊！卢比奥现在都麻了。卢比奥上周才说，伊朗要是收取海峡的过路费，那是不可接受的，那是公共水道啊，拦路收费就是海盗行径。昨天大统领一巴掌就甩在脸上，什么海盗行径，那是守护天使 Guardian Angel 啊，海盗那是抢多少是多少，天使得按20%收费，怎么能一样呢？说实话，我昨天就在想，怎么收这个天使保护费呢？人家伊朗好歹就坐落在海峡边上，至少还提供了港口和航线服务。你美国是打算派一个军舰过去栽树吗？古时候土匪不得说一句，此树是我栽，留下买路财。你美国连树都没有，红口白牙的就要当天使，那过路的船舶不给，你还敢击沉是咋的？一帮子媒体在那算啊，每艘船要交2-3千万的过路费，怎么可能给他呢？但凡啊，他要是敢袭击货轮，其他的船也不敢过，这个买卖根本就不存在啊！纯纯是大统领又一次老夫聊发少年狂，追忆一下海盗的似水年华。其实啊，从6月下旬霍尔木兹海峡那份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实质性失效开始，这几个星期的戏码那就是精彩纷呈来形容啊。概括一下，就是大统领因为停火14条受尽了国内的指责，为了显示强硬，顺便切一下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香肠，以指责伊方打击商船为名，6月底率先动手炸了伊南部的12处军事目标，结果波斯人根本不惯这毛病，直接又用12枚弹道导弹砸向了巴林第5舰队总部的这个基地。而7月4号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美国拉胯的250周年庆典不仅没有凝聚任何共识，还让美国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比伊朗的国丧还像一场葬礼，以夸张和混乱的庆典埋葬他们的霸权，很有喜丧那个意思。而伊朗这边老领袖的葬礼反而因为此前伊朗强有力的反击，成为了一场史诗级的凝聚和反侵略动员。几百万人穿着黑衣在德黑兰广场上面井然有序的送行，通过陈列平民遇难孩童的肖像和铺陈革命历史的叙事，所有的内部路线分歧现在都被这股巨大的情绪给压平了。新领袖穆杰塔巴的合法性彻底稳固，老领袖的死被升华成为了反侵略反霸权的殉道。这种极其强大的悲愤和反抗的合力，把原本可能出现的各种动荡都转化为了同仇敌忾的意志，凝聚了共识之后，内贾德作为美以主义的合伙人的身份也浮出了水面，现在被软禁了。可以说内贾德被清算也是新领袖对伊内部掌控力基本稳固的标志。于是我们也看到了新领袖再次强调针对大统领的圣火令永远有效，海湾地区的战局倏然升级。本次升级我认为是大统领再次以停火先稳住对手之后想故技重施，以无赖硬蹭的手段揩油挤占利益空间的行径，赌对方看在好不容易达成的停火成果的份上，不会轻易对他的小打小闹进行坚决的反击。他在贸易战上其实跟我们用的也是这个策略，给我们个甜枣，然后打我们一拳让你看在甜枣的份上不还手，他就可以切香肠一样的改变局面了。但是都已经2026年了，大统领都Taco了300多次了现在全球都知道特朗普是个彻头彻尾的纸老虎，除了这种虚张声势，没有任何真实的控制力。所以再次重新凝聚了共识之后的一方光速反击，没有一点犹豫，饱和式反击，80多枚导弹和200多架无人机直接就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这些中东5国的美军基地上招呼。正在北约骑着盟友的脸挨个输出的大统领只能调转枪口，对盟友们快速缓和态度，然后再次高调宣布我们要干票大的。每一备忘录在他看来已经作废了，但以他老人家的风格，这一波打击过后，说不定明天双方又在停火状态了，我一点都不奇怪。可值得玩味的是，美军军舰和美国基地都被追着炸，而北约的共同防御条款依然没有启动。所以真正让西方团结一致的是美国的绝对实力，而不是所谓的签署了什么条款。有实力的时候一定是全体出击，共襄盛举，大哥吃肉，欧洲喝汤。现在实力不济了，美国你爱说啥说啥吧，盟友参战那是门都没有。可以说从北约的态度和从中东撤回的戴高乐航母就能知道美军现在打得有多被动了。但凡有一点胜算，这帮老牌帝国主义列强们都按捺不住那种刻在 DNA 里的一哄而上的冲动。现在美军在中东那几个核心的阵地那真的是被扒了底裤了，遭到的是系统性的重创。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那是第5舰队的心脏
直升机维修中心啊、电子战机库和无人机指挥中心被人家一锅端，联合司令部主楼的承重结构都变形了，关键指挥舱室彻底失能，基地里确认受损的建筑多达17栋，连战备物资中央舱和3级净水处理厂都没保住啊！光是把主体修好就得花接近2亿美元，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好呢。那科威特的这个阿里萨利姆的基地更是惨啊，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被炸得稀巴烂，连这个艾哈迈德加尔比尔的这个基地的战略雷达系统都被直接拔掉了，对空中预警啊直接就瘫痪了。那防空网络、指挥中枢、后勤补给全线重创，基地被毁。美国的海上堡垒航母舰队现在也是捉襟见肘。福特号不确定能不能修得好了，现在正在当充电宝呢。而唯一一艘在中东附近的林肯号已经连续部署了207天了啊，号称创下了美军部署的历史记录。然而这个历史记录背后的船上的这5000多名官兵啊，真的是快崩溃了。根据阿克西奥斯的报道呢，4月份开始之后啊，美军的后勤全线缩水，新鲜的这个蔬菜和水果彻底断供啊！这个士兵们天天啃着冷冻肉和速食，因为空域和海峡被封呢，家属的包裹根本送不进去，官兵跟家里的联系只能靠几句干巴巴的短信，那士气极其的低落，甚至有舰员私底下写信回家求救，说身心都撑不住了啊！那为什么不能靠岸呢？不能调整补给呢？因为不敢呢。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伊朗的快艇、岸基的导弹和无人机把那里封得死死的。林肯号这么大一个活靶子，根本就不敢往狭窄的水域凑啊，作战效能大打折扣，只能在远海可怜巴巴的随波逐流。大统领号称啊，手里有1000枚导弹瞄准了伊朗，还要收天使的保护费。其实现在美国自己的核心资产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北约的盟友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下场呢？现在呀，欧洲对美国的态度啊，那就是敬而远之啊。其实就现在对欧洲来说，最大的威胁它就是美国呀。北约盟国要承受5% GDP 的高额防护费，欧盟国家要接受反复无常的关税，以及对格陵兰的领土声索，以及大统领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啊，动不动就倒向对方阵营的这种暗箭，那属于是防不胜防啊。而唯一啊比他们还倒霉的美国的盟友就是中东盟友们了。昨天说收天使保护费的时候啊，大统领就点名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你们带头缴费啊。今天改口，又把王爷国给寄出来当靶子啊，说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给我打电话，国王、酋长以及我们都认识的所有人，他们说啊，我们很想用另一种方式来做，我们很想在美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啊。我其实很喜欢这样，因为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对海峡收取通行费。国王、酋长，那说的还能是谁，对吧？可是整个美伊冲突进行到现在，海湾国家那是最冤的冤大头啊，常年购买10几万亿美国的长债啊，然后呢还要购买美国的军购，就是为了能让美国在关键时刻保护啊自身的产业的安全。结果用沙特官员的话说，请美军是来保护自己的，结果一打起来，美军躲起来了，基地成靶子了啊，让手无缚鸡之力的中东国家成了保护美军的肉盾。美伊冲突的初期啊，这个美国国内对大统领打仗消耗美国国力啊口诛笔伐，大统领就表示啊，这个仗啊要是打赢了，中东国家得给一个几千亿，要是打输了啊，那得按上万亿给，因为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海湾国家呀。那后来呢，美伊达成了亮火备忘录啊，这14条。给伊朗要进行重建的这3000亿美元的赔款啊，还是要海湾国家出。可以说，不管是赔款还是天使保护费，还是要投资美国啊，都要海湾国家出钱。可是现在产油的这些海湾国家连资源都运不出去呀，自家的油气设施都是伊朗的打击目标。阿联酋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那真是被炸的啊，电诈都撤离了。现在国内的收入啊是夭折式的递减。迪拜的房地产指数从战事爆发到现在直接暴跌了30%，那些耗资巨大建立起来的区域航空枢纽啊，航班大面积的停运。你要知道，部分海合会国家 GDP 里面15%都是靠旅游业撑着的，现在全面停摆。卡塔尔这种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核心设施被精准打击，经济命脉直接被切断，而美军早都脚底抹油跑了啊，哪还有钱给他们了？那科威特、巴林现在因为美军基地的存在，被炸的是瑟瑟发抖啊！这种付出与回报的严重失衡，直接就把美国在中东的这个信用啊给抹零了。那当底层的安全保障信用破产之后，资本的嗅觉往往是最敏锐的。海湾国家现在已经开始用真金白银在行动上表达不满了。你去看看他们现在主权基金的动向啊，那可是握着全球大概40%总规模3.7万亿美元的超级钱袋子。今年1年啊，冲突爆发之后，
资本流向就出现了极具标志性的向东涌入。沙特公共投资基金反手就往以我们为核心的新兴市场砸了61个亿，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也跟进了30多个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美国的投资直接从66亿美元脚踝斩到了22亿美元，降幅高达67%。而今年头5个月，沙特对咱们这边的实际投资暴涨了近3倍。阿联酋跟香港的双边贸易额也涨了超过52%。毕竟跟着美国3天饿9顿，那就是海湾国家现在的共识。之前的模式不仅不赚钱，它还要命啊！资本是需要找寻真正的生产力和稳定回报的，旧的通道受阻了，那自然就会寻找新的提供确定性的基准。那么香港金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其实意义也十分重大香港金是可以换成人民币和美元的。那黄金运到哪里更安全？中东的王爷们现在心里跟明镜一样。所以同志们，现在全球的叙事逻辑已经彻底反转了。今年2月的时候，大家好奇的是伊朗还能撑多久伊朗能不能撑得住？现在全世界都在搬着小板凳看戏，心里盘算着美国最后在中东还能剩下多少控制力。一旦第5舰队司令部被彻底的摧毁，美军再想重建对中东的绝对控制再无可能。美军现在是拔剑四顾心茫然空袭摧毁不了对方的地下设施，自己的基地又天天挨炸，形成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消耗战。这是非常严重的对美国的战略透支。中东的战事正在无底线的消耗着美国的巨额军费和美国的资源，而美国的传统盟友呢，现在都在冷眼旁观。那伊朗反而打出了统战价值。老领袖的葬礼上卢比奥挨个打电话警告不许自己的盟友去参加。结果卡塔尔、阿曼、沙特、阿联酋、巴林都派了官方代表团出席。美国现在既拉不起统一的制裁联盟，也拽不动军事联盟下场。大统领面临的反战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就在中美科技和经贸博弈全面展开的档口，大统领却在中东把美国最有优势的金融霸权承重墙给踹断了。有的时候不得不感慨真的是天助我也。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